如果你最近打開任何財經軟件，滿眼還是 AI 泡沫、通脹反覆、降息延期這些嚼爛了的壞消息，聽我一句勸，千萬不要衝動，在這個位置接飛刀，試圖抄底最近暴跌的 AI 科技股。屏幕前不少散戶現在都在死等崩盤，卻根本不知道華爾街早就在美股的底座之下默默合攏了4重基線買盤閘門。華爾街最希望你犯的錯，就是繼續盯着指數去猜漲跌。支撐現在大盤的根本不是什麼基本面，而是一套你肉眼完全看不見、正嚴絲合縫運轉的資金托底矩陣。更加致命的是，機構正在借着大盤平穩的假象，暗地裡向散戶派發高位籌碼，執行最隱蔽的資金大撤退。我是阿爾法偵察兵，今晚這期視頻帶你拆解華爾街的資金陣圖，一張張剝乾淨，看懂這4股神秘資金的生死線，你不僅不會被誘騙接盤，更能搶在機構前頭看清下一個爆破點。如果你覺得內容硬核，先點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很多人到現在還沉溺在10幾年前的舊認知裡，覺得股市漲是因為經濟好，企業賺錢多。放到現在的美股，這套邏輯早就失效了。撐住大盤跌不下去的根本不是什麼基本面，而是4股死死拖住底部的基線買盤。標普500和納指100這類寬基 ETF 有着固定的死規則，只要有資金申購，基金經理就必須無腦買入對應的成分股。他們不看估值高低，不管業績好壞，更不用做任何基本面分析。只要散戶和機構還在往 ETF 裡填錢，買盤就會源源不斷地砸進權重股。它的運行邏輯更加可怕，它是工資自動扣款機制。無論屏幕前的你对美股有多恐慌，全美國上千萬普通上班族，只要他們每個月還在正常領工資，系統就會自動劃走一部分錢打進 401k 賬戶。這筆錢買的是什麼？絕大部分根本不選個股，而是無腦注入標普500指數基金，如 VOOSPY 全美股市指數 VTI 以及全球指數 VXUS。只要大家還在上班，每個月就有數百億美元，完全不看盤面漲跌，定時定額打進市場去給大盤掃貨。更關鍵的是，它的被動再平衡機制，這才是硬生生兜住大盤底座的無情機械穩定器。假設你在賬戶裡設定了70%股票指數加30%債券基金的配比，當市場發生劇烈恐慌，美股暴跌20%的時候，你股票池裡的市值縮水，你的賬戶比例變成了60%股票加40%債券。這時候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哪怕你自己害怕得根本不敢看盤、不敢动彈，但 401k 後台的风控算法會在季度節點無腦觸發強制再平衡。系統會自動賣掉一部分收益穩定的債券，把拿到的現金全部強行加倉暴跌中的標普500股票指數，直到把股票比例重新拉回70%。你看懂了嗎？當全市场都在恐慌拋售的時候，數千萬個像你一樣的 401k 賬戶，在後台算法死命令下，卻在無情的越跌越買，跌得越狠，買盤砸得越大。他們就像一台巨型吸水泵，硬生生接走所有恐慌盤，硬生生兜住了美股的底座。企業為什麼願意花真金白銀買自家股票？因為高管的薪酬直接和股價掛鈎，在沒有更好投資方向的時候，把現金流拿來回購注銷，就能被動拉高每股收益。像蘋果這種巨頭，單筆回購額度就是上千億美元，摩根大通這些大行更是撐起了金融板塊的回購半壁江山。企業自己就是最大的莊家，股價稍有大幅下挫，回購資金就會立馬出手接盤。第4股力量，量化機構與 CTA 基金的暴力平空。每當盤面觸發關鍵支撐位，趨勢追蹤基金的大量空頭頭寸就會被強制觸發回補，單周上百億美元的被動買盤瞬間砸進市場，根本不給你任何基本面的反應時間，瞬間就能把指數暴力拉回。聽懂了嗎？ ETF 機械買，養老金定時買，上市公司自己買，量化機構追着買，這4重網並不是平均分配給每一只股票的。看看最近真實的盤面行情，真相一目了然。一方面，此前被無限炒作的 AI 概念股和2線科技股近期高位跳水，頻繁暴跌，追高的散戶被深深套牢。另一方面，以可口可樂 Coca 減 Cola 為代表的傳統消費龍頭卻在逆勢狂拉，創出新高。醫藥板塊如禮來等龍頭近期也強勢反彈，走出完全獨立的上漲行情。為什麼科技在跌，消費和醫藥卻在漲，而大盤指數看起來還沒崩潰？在深入分析具體個股與板塊前，提醒大家，本視頻所有內容僅為資本市場邏輯拆解與宏觀現象觀察，涉及的任何股票、ETF 及板塊均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或買賣依據。股市有風險，入市需謹慎。
支撐現在大盤風平浪靜的，根本不是整個市場的繁榮，而僅僅是那死死頂在金字塔尖的科技七巨頭。而在納斯達克100指數裡，更是狂攬了過半的權重。如果你不懂美股的底層遊戲規則，你就會被屏幕上的指數徹底戲耍。美股最核心的標普500指數採取的是極其冰冷的市值加權制，七巨頭總市值超過20萬億美元。他們的權重加起來頂得上剩下400多家上市公司的權重總和，真相殘忍的可怕。只要這7家巨頭的股價穩住不動，甚至微漲，哪怕剩下的400多家上市公司全線暴跌，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標普500指數依然能夠平盤，甚至刷出新高。數據永遠不會撒謊。今年以來，標普500收漲，但下跌個股數量超過上漲個股的交易日，直接刷爆了1928年有統計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你看到的大盤新高，不過是華爾街櫥窗裡的假象。櫥窗背後，幾百隻中小盤與二線股早就跌入了技術性熊市，這就完美解釋了那個困擾你許久的問題：為什麼大盤沒崩，你買的股票卻在陰跌不止？為什麼指數在漲，你的賬戶卻在默默流血？在流動性緊縮的大環境裡，市場裡的真金白銀是極其有限的。指數漲的時候，資金只向七巨頭集中，你的股票根本分不到一點血食。可一旦大盤出現風吹草動，你的股票跌起來會比誰都狠。很多散戶到現在還沒醒過神來，沉迷在只要指數不崩，自己的股票總有一天能漲回來的幻覺裡。錯，大錯特錯！你以為華爾街難道看不出危險嗎？不，他們比誰都清楚，這甚至就是他們借着指數掩護，專門為你量身定制的收割陣圖。華爾街最喜歡的就是現在這種指數死扛、個股分化的行情，因為只要指數不跌，散戶就不會恐慌，市場就不會觸發踩踏，而這正好給機構留出了神不知鬼不覺、高位派發籌碼的黃金窗口期。華爾街頂級投行今年一直在密謀一個詞，叫偉大輪動。高盛、摩根士丹利、美銀這些頭部大行，今年以來已經在私下裡無數次提示機構客戶，降低科技巨頭的集中度，暗中調倉，增配週期股與價值股。他們為什麼要暗度陳倉？邏輯簡單得近乎殘酷。如果機構同時轟塌式拋售科技七巨頭，指數瞬間就會暴跌，散戶看到大盤崩盤，也會跟着瘋狂踩踏拋售，到時候誰也別想在好價位跑掉。所以最優雅的收割方式是什麼？就是用我們第一部分講的那4重被動資金，死死兜住大盤指數，讓散戶看着指數新高，誤以為牛市還在，前赴後繼的去接盤高位的科技股，而機構自己則把手裡的科技股籌碼一點一點砸給追高的散戶，同時把賣出來的真金白銀悄悄砸進低位的醫療、工業、能源以及之前被腰斬的優質小盤股裡。根據 EPFR 最新跟蹤數據和美銀的資金流向報告，科技巨頭板塊單周遭遇了超過90億美元的創紀錄淨流出。但與此同時，之前無人問津的羅素2000小盤股指數基金 IWM 卻在短期內狂砸進超60億美元資金，創下了小盤股跑贏科技股超5%的40年來最大單日差距。再看盤面實證，當科技股高位跳水時，可口可樂等消費股逆勢創出新高，醫藥板塊強勁反彈，道指頻繁走獨立行情，這就是資金暗流湧動的鐵證。華爾街借着指數掩護高拋低吸，玩了100年。這一次因為七巨頭權重太高，他們玩的比歷史上任何一次都順手。這種極少數巨頭硬撐大盤幾百家個股失血陰跌的畸形底座，注定不可能無限維持下去。站在變盤的十字路口，接下來的市場只有2條路可以走。劇本1。高位權重補跌，指數迎來暴力洗盤。如果伴隨着科技巨頭的財報揭曉，或者美聯儲信號的變化，高位抱團的巨頭籌碼出現鬆動，引發獲利盤砸盤，那麼標普和納指短時間內會出現劇烈的向下修正。但請記住，這種由巨頭補跌引發的砸盤，絕非美股的末日，而是機構為了搶佔低位籌碼而拉出的黃金洗盤坑。劇本2，高低順利切換，美股走向結構性普漲，機構的偉大輪動順暢完成，科技股橫盤消化估值，而先前被錯殺的傳統週期股、金融、能源以及優質小盤股接過接力棒，推動整個市場走向健康廣泛的普漲行情。無論是劇本1還是劇本2，舊的死抱科技七巨頭無腦躺贏的時代都將正式畫上句號。面對即刻開啟的劇烈震盪，普通投資者到底該如何避坑保命？送你3條冰冷但能救命的實操鐵律。第一條鐵律：徹底拋棄看指數做股票的舊思維。
今後不要看到標普、納指創新高就盲目衝進去追高，指數已經被權重股嚴重失真。搞清楚你手裡的標的到底屬於哪個板塊，資金是在流入還是流出，才是保命的核心。第二條鐵律，堅決拒絕兩極分化的毒藥。既不要再去盲目追高那些估值已經透支到幾十年後的高位科技泡沫，也絕對不要去無腦抄底那些沒有現金流、業績爛透的垃圾小盤股，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強勁自由現金流、低估值且有高股息或穩健回購托底的傳統週期龍頭與優質中小盤企業上。第三條鐵律，嚴格控制倉位，堅決去掉槓桿。在底座變窄變盤在即的節點，市場波動會極其兇殘，留足現金流，手裡留有彈藥，你才能在未來的劇烈洗盤裡擁有絕對的心態優勢，而不是在突發劇烈震盪中被清算出局。資本市場永遠是一場認知力的博弈。表面上你看到的是指數在4重基線買盤的死死托底下跌不動，但實際上這不過是華爾街放在櫥窗裡精心包裝的假象。深入到盤面內部，你面對的是科技七巨頭對整個市場的嚴重扭曲，以及幾百隻普通股票因跌失血的100年來最嚴峻分化。而在暗地裡，華爾街的頂級機構正借着指數風平浪靜的掩護，悄悄將高位籌碼派發給追高散戶，執行着向低位板塊大撤退的偉大輪動。在未來的劇烈變盤面前，決定你命運的從來不是去預測大盤指數明天的漲跌，而是你能不能徹底拋棄看指數做股票的舊思維，能不能嚴格克制人性中的貪婪與恐懼，拒絕無腦追高泡沫，遠離無現金流的垃圾小盤股，嚴控倉位，手握充足現金。當你下一次再打開軟件觀察盤面的時候，拿着這份資金陣圖去對照市場的真實演變，你會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美股世界。在這個冰冷殘酷的獵場裡，唯有認知才是你最堅硬的鎧甲。如果今天的拆解幫你避開了接飛刀的陷阱，別忘了點讚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你認為接下來的美股會走權重補跌的劇烈洗盤，還是高低切換的板塊普漲？我是阿爾法偵察兵，關注我，帶你拆解資本迷局，看清市場真相。我們下期不見不散。